我从小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因为我的童年生活全是阴霾。虽然我性格孤僻，但我有一个唯一的爱好，就是种植向日葵。当我看到一株株向阳而生的向日葵时，我感觉此刻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不过，想要把向日葵培育的朝气蓬勃，那就需要用到特制的养料。现如今，这份养料差不多要用完了，那我也该外出寻找新的养料了。大家好，我是宝海之源，欢迎来到都市传说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故事啊，关于四门市的一些传闻。上一次我们是看了我的爷爷这个故事，接下来要看向日葵的种植方法。单看这个标题啊，并没有觉得什么，但是这是都市传说我怀疑种植向日葵的方法可能是以人作为养料的，我瞎猜的啊。好了，我们直接开始看这个故事吧向日葵的种植方法是什么呢？在家附近的小巷里第一次遇见它时，我便真切感受到了命运的存在，仿佛感受到了神明的指引，它就这样出现在了我身边。这是恋爱了吗？即便只是从远处望去，它的背影也那般与众不同。我感受到心跳加快，呼吸也变得急促，温热的气息自唇畔溢出，在冰冷的空气里凝作白雾，模糊的视线这谁写的呀？我的天哪，这文笔啊，我的天！我想上前搭话，却又忌惮旁人的目光，过于怯懦且容易退缩，这是我软弱的体现。因为这样的性格，从小到大我错失了太多机会。好在他走得并不算快，我犹豫再三，我也能轻易追上他的步伐。今天我必须向他搭话，今天我不能再拿懦弱当作逃避的借口。不远处的少女在三岔路口停下了脚步，她似乎是迷路了。毫无疑问，这是神明给我的机会，该轮到我出场了。我鼓足勇气，朝着少女的方向轻轻迈出了一步。怎么就开始小时候了？小时候父亲工作很忙，我多半时间是一个人在家，有时他甚至没空送我去幼儿园，我常常一个人上下学。幼儿园一个人上下学啊，太猛了吧！幼儿园放暑假时，老师布置了一项课外作业。什么？幼儿园还有课外作业啊？我读幼儿园的时候，我不记得有没有作业了，反正我没有印象。挑选、种植并观察一种植物，写下观察日记。可能现在幼儿园有作业了吧？我不知道啊。和父母不同，老师非常温柔，他说话的声音很好听，还总是夸我很聪明。我本对植物没有什么兴趣，可为了得到他的表扬，我决心好好完成这份暑假作业。幼儿园的图书上介绍了几种适合在夏天种的植物，有短期就能看到结果的，比如绿豆、黄豆，还有小麦草；有能用在厨房调味的，像是薄荷、罗勒这类香草；还有一些模样十分奇特的多肉植物，常见的如熊童子、生石花。思量过后，我最终决定要种向日葵。书上说向日葵有向光性，花盘会跟着太阳转动，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想亲眼看看是否真的如书上描述的那样。不过更重要的是，从见到这种花的第一眼起，它就带给我一种奇妙的亲切感。向日葵给我的感觉和幼儿园的老师很像，两者都带着暖暖的气息，这份温暖又独特的感觉总让我情不自禁地被吸引。我知道那正是我一直以来缺失的东西。什么东西？关爱吗？我拜托父亲替我买来了向日葵的种子，不过我忘了提醒他买花盆，只能找来别的容器作为替代品。我把向日葵种子种在了南边的阳台上，因为书上说向日葵需要全日照或半日照环境才能生长。如果顺利的话，暑假期间我就能看见它开花。暑假对我来说格外无聊，父亲不允许我独自外出，我没别的事可做，只能天天盼着向日葵早点开花。由于没有经验，我能做的只有每天给向日葵浇水。转眼间暑假结束了，向日葵终究没能开花，大概是我太着急看到结果，浇水太多的缘故。8月中旬，向日葵的根部和叶片陆续出现了腐烂的迹象，由于容器不透明，更不用埋在泥土中，我无法直接观察。起初我只注意到了原本翠绿的叶片开始微微变黄，因为它看起来没有什么精神，所以我便浇了更多的水。现在来看，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等我发现它要腐烂时，已经彻底来不及了。所以这个种植向日葵的故事和我一开始碰见的那个女孩有什么关联吗？
这个故事估计到最后才能说明吧。开学后，老师让大家轮流介绍暑假观察的结果。轮到我时，我站在讲头上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师很担心，问我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我支支吾吾了半天，连一句解释都讲不出口。我的暑期观察失败了，向日葵没能开花。明明只要复述过程就好，那些早已在心里盘流过无数遍的话，此刻却像锈死的齿轮堵在喉咙里。我很难过，内心深处像压着一块巨石，有种说不出的憋屈。走下讲台时，我感到头晕，整个教室似乎都在旋转。我偷偷看向老师，他的目光已经落在了下一位同学身上。老师一向温柔，我多希望他能安慰我，告诉我该怎么办，可他的注意力却全在即将上台的孩子身上。那天我才明白，老师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老师。他所做的一切不过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罢了。小时候的我想得太理所当然了吧，老师只应该关注我，但其实并不是。暑假的最后一天，父亲加班应酬到深夜11点多才到家。他一进门，我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酒气，看得出他心情不太好。可是母亲呢？我跟父亲一起生活，父亲离婚了。醉醺醺的父亲踉跄着走到我面前，问我为什么哭。我实话告诉了他。父亲勃然大怒，觉得我连一盆花都养不好，还哭个不停，是个软弱无能的家伙，毫无征兆地揍了我一顿。我写了一个暑假的观察日记，被他撕得粉碎。哇塞，有必要吗？那个晚上我非常难受，被打的地方隐隐作痛。上一次挨打淤青还没好，这次又打在了同一个位置。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明明只要打我就足够泄愤了。他平时总把工作的压力撒在我身上，可为什么要撕碎我辛辛苦苦写的观察日记呢？是我的错吗？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上了小学后，种植向日葵成了我的爱好。因为有过失败的教训，之后在种植时我便格外小心。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和之前一样的情况，我把容器换成了透明的，时刻关注着根部和叶片的状态。一旦发现叶片发黄或是根部有腐烂的迹象，我便立刻停止浇水。但只要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总而言之，浇水没有固定的时间表，要根据季节、天气、盆土、植株状态灵活调整。这些知识当然不是我一次就学会的，这段时间里我又经历了好几次失败。小学3年级的暑假，我终于观察到了向日葵完整的生长周期，和书上的描述一致。在花盆完全绽放前的生长旺期，向日葵会追着太阳转动。向日葵是向阳的植物，和它们的外形一样，它们的内里始终也追寻着阳光。表里如一说的就是这样的存在吧，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对我而言，它们象征了光明与希望，也象征了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从它们的身上，我渐渐接触到了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可只靠它们自己很难抵御外界的各种因素的侵害，所以在合适的时候伸出援手是必要的。那些腐烂的部分必须彻底清除，只有这样，它们才能继续向着阳光生长。我怎么感觉这像寓意着什么啊？腐烂的部分必须彻底清除，是不是指的我的父亲？要清除我的父亲吗？即便是被父亲骂作废物，被班上同学孤立排挤的我，也能做到这件事情啊！这是我必须做的事。上了初中后，我住进了爷爷家，学校离我原来的家很远，班里也没有小学时的同学。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难得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听说父亲年轻时就和爷爷断了关系，两人几乎没有往来。我对爷爷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只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一面。他同情我的遭遇，把我接回了家，说要照顾我以后的生活。我很感谢他，可看过他居住环境后，觉得他连自己照顾自己都很难，更何况别说照顾我了。爷爷的精神问题比父亲更严重，常年一个人住，家里乱得一塌糊涂，屋子里堆满了他从外面捡来的废品，整个房间如同垃圾场般被杂物淹没，腐臭味混着霉味在空气中弥漫，连转身站立的空间几乎都所剩无几。他让我睡在阁楼，可阁楼里也早已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垃圾，全是些奇奇怪怪根本不该出现在家里的东西。商场的人偶模特，坏掉的理发店烫发机，只剩坐垫的轮滑办公椅，这些东西都把它收集过来吗？爷爷是有收集癖吗？我的天哪，这些东西收集起来有什么用？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捡这些东西回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收拾，才好不容易在阁楼里腾出一块能睡觉的地方。爷爷家在1楼，后院有块不算大的空地，用来种花倒是刚好。征得爷爷同意后，我花时间把后院收拾改造了一番。除了上课，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后院。这里的种植空间比以前公寓的阳台大得多，
只是我种的花依旧只有向日葵一种。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高能啊？难道这个故事只是告诉我们怎么种植向日葵吗？不是吧，这可是都市传说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的人活着便是一种错误，哪怕他什么坏事也没做。聪明的人、愚蠢的人、漂亮的人、丑陋的人、擅长社交的人、不擅长社交的人，在一个新的集体里，从被打上标签的那一刻起，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异便已注定。中学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还要难熬。虽然班上的同学没有当面嘲笑我，却几乎把我当成了透明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格外在意别人的目光，害怕被别人盯着看。课间和午休时，我总会躲在厕所或者是教学楼外，寻找无人的角落。如果待在教室里，总觉得有人在背后偷偷议论我，他们嘲笑我的外表、我的智力、我的家庭。初中2年级时，我偶然听见班上的女生在说我的闲话。他们说我住在垃圾堆里，家里全是废品，睡觉的地方到处散发着恶臭。他们说我是弱智，说母亲跟别人跑了，是因为我家有遗传性的智力障碍，所以父亲和爷爷好像都有不同的精神疾病吧。他们笑我长得丑，笑我穿的衣服土气，甚至嘲笑我的内裤闻起来有一股腥骚味。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非常难过，明明我什么也没有做。同班的2年里，我甚至没有和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说过话。我知道自己不招人待见，却从没想过他们竟然这么讨厌我。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一个道理：人的外表和内在并不一定完全匹配。有些人看似丑陋，却拥有善良的心灵；而某些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或许藏着早已腐败的灵魂。黑暗往往潜伏在光明的表象之中，有毒的东西早已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上班了，电子厂上班啊！初中毕业后，我在家的附近工厂找了份工作，没有读高中上大学啊。简单的流水线工作似乎连我的这样的人也能胜任。或许是因为镇子不大，我偶尔会在路上遇见初中的同学，我总担心他们会来找我的麻烦。每到这时，我都低着头假装没有看见。不过还好，多亏了我习惯戴着帽子和口罩，他们从来没有认出过我。厂里的工作模式意外的让我觉得舒适，每天机械性的打卡上班，从凌晨忙碌到深夜。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但好在不太需要和别人交流。有了自己的收入后，我开始试着给向日葵施肥。关于施肥的知识，我早就从书上看过，只是一直没有实践机会。向日葵虽然相对耐贫瘠，但合理施肥能带来很明显的好处。科学的施肥方法能让向日葵长得更加健壮，花朵更大更鲜艳。最开始我选用的是常见的农家肥，一种将动物粪便与各种辅料混合，经充分腐熟后制成的有机肥料。一开始用的是这种肥料，那后面开始用的是特殊肥料了吧？因为班上的同学一直在欺负我，所以我要把它们做成肥料，养我的向日葵。施肥和浇水有相似之处，关键都在于控制每次的用量。我照着书上教的步骤试了很多次，也慢慢总结了出了自己的经验。施肥的效果很显著，院子里的向日葵肉眼可见的比之前开得更艳丽了。在我细心照料下，它们摆脱了有害物质侵扰，离光明又近了一步。在我初中毕业后的第2年，爷爷过世了。我开始工作后，他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他不愿待在家里休息，仍坚持每天出门捡废品。某个夏日的午后，正在工厂上班的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他为了捡一个掉在马路上的塑料瓶，被迎面开来的车撞死了。我把爷爷埋在了院子里，埋在了向日葵下面，把爷爷当成了肥料，意外地发现了人体肥料的好处，所以我就每次找别人当肥料了吗？开花季节时，院子里的向日葵璀璨夺目，一走进院子就像踏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地方，灵魂会被净化，罪孽也会得到宽恕。只有在这里，生与死的界限，贫与富的差距才能真正的变得平等。一个没有黑暗、满是世界的希望，一个没有痛苦、光明又美丽的世界。终于前半段的故事算结束了吗？这个画面是什么意思啊？蓝色的是我吗？我被抓起来了。这是审问室吧？金属栅栏将房间分隔为2个区域，男人与青年隔着栅栏相对而坐。青年讲完那漫长的回忆后，男人终于开口了。原来之前都是在这个地方讲述的。你过去的经历我听明白了，但有一点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爷爷的尸体肢解了呢？
青年露出困惑的神色，似乎没有想到会被问这个问题。搞什么？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哦，抱歉。男人低着头，一时间竟让人分不清谁才是接受审讯的一方。青年重重地叹了口气，看上去十分不情愿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无数遍了，为什么现在还要问这种事？不好意思，麻烦你再解释一遍。我也只是听他人转述，细节方面我并不清楚。为了不刺激到他，男人用最温和的语气交谈。当然是为了让向日葵更好的吸收养分啊！经过处理的动物尸体可以做堆肥的原料，可要是不切碎的话，该怎么用？青年说的理所当然，对此丝毫没有罪恶感，这不是常识吗？你竟然连这种事都不知道！他分明想表达这样的意思：我希望爷爷能安息，所以才把他葬在了向日葵下。我希望他的灵魂能跟着花盆转动，离光明更近一点。说到这时，青年的声音略带一丝哀伤，若是让不知情的人听到，很可能会对他产生怜悯。原来把人的尸体切成碎块就算是安息了吗？这句话男人没有问出口。青年将这种行为称作安葬，可见他的精神早已彻底失常。那他的头部呢？脑袋吗？这个问题我好像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抱歉，还请你再回答一遍。男人重复着问着早已知道的答案，期盼能从中找到新的线索。因为不好处理，所以我全都埋在同一个坑里了。青年没有撒谎，他说的都是实话。2个月前，警方在青年家的后院发现了多具头骨，经过鉴定，其中部分头骨已被埋藏了近10年。坐在男人对面的是28岁青年，是一名重度精神病患者。过去10年间，他一共……我知道了，原来他开头搭讪的那个女生，那个少女其实并不是喜欢他，是为了制作养分啊。过去10年间，他共计杀害了13名女性，其中有他的同学、工厂前同事，大部分则是他毫无交集的陌生人。他挑选目标没有特定的标准，这也是警方一直没有能将他抓获的原因。他以净化黑暗为由，诱拐并杀害夜间独自外出的女性，将她们肢解切碎，做成向日葵的肥料。果然我猜的没有错，这种植向日葵的方法一定是以人作为养分的啊！没看这个故事我就猜到了。青年声称自己是在拯救被恶魔缠身的女性，只有这样他们的灵魂才能重获光明。当然这全是他的风言风语。这个问题你应该听过很多遍了，但我还要再问一次，2个月前遇害的那个少女你还记得吧？当然记得。青年点了点头，回答的丝毫没有迟疑。深夜她在我家附近迷路了，我担心她的安全，所以才上前搭话。青年的身子微微颤抖，像是想起了什么恐怖的画面。是他说想看向日葵，我才把她带回家的。他承认与少女有过接触，却没有完全说实话。很明显他撒谎了，因为有监控证实少女是被他强行绑架的。半年前，青年家附近的小路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也正因如此，他长达10年的罪行才得以曝光。监控画面显示，当晚11点左右，少女被他强行拖进家中。当时路上没有行人，如果没有监控，恐怕很难锁定凶手身份。尽管至今仍不清楚少女为何会在深夜独自出现在离家20公里的地方，但事到如今，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2个月前，少女失踪后，她的家人立刻报了警。然而2年后，警方找到少女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警方在青年家的后院发现了多具头骨，一共13具，其中还包括10年前去世的青年祖父的头骨。哇，都埋在同一个地方啊！不过很显然，在这13具头骨中，并没有属于少女的那一份。青年被捕的当天，警方在他家中找到了少女的残肢。少女的身体被肢解后，混着屎尿一起装进了制作肥料用的塑料桶中。腐熟到一半的肥料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阵阵恶臭。现场人员在6个塑料桶中分别找到了少女的身体不同的部分，他们试图拼接尸块，还原少女的模样，可最关键的头部却始终找不到。我再最后问你一次，你把她的头藏到哪里了？耐心耗尽的男人向青年发出了最后的质问，在他的强硬的语气里，此前刻意维持的温和态度早已荡然无存。你们可能不相信，但我说的全是实话。这个问题我真的已经解释过无数遍了，求求你，我真的不想再说了。每一次回想起来，我都感觉有人在盯着我看。青年突然缩起身子，转头望向空无一人的角落，眼神飘忽不定，仿佛房间里除了男人外
还站着另一个人。那个女孩的身体已经完全被恶魔的力量侵蚀了。不过我必须承认，这完全是我的失误。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力量那么强大的恶魔。替他净化完体内的毒素后，我才发现事情不太对劲。侵蚀他身体的恶魔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怎么还有一个少女的头啊？我的天！哪怕颈椎被切断，全身都已经散架，她依然还能再说话。青年的面部肌肉不停抽搐，五官扭曲变形，内心的恐惧化作狰狞的面目浮现在脸上。他一边咒骂我、嘲笑我，一边用那种轻蔑的眼神看着我。我受不了他的眼神，那眼神让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说出来有点丢人，但我确实被他那副样子吓得浑身发软。因为太害怕，我就把他头的和其他部分一起丢进了桶里。我本想着过段时间再看看他发生了什么样，谁知道才过了2天，警察就找上门了。男人并没有说话，令人窒息的沉默笼罩了整个房间。青年似乎察觉到自己并没有说出男人想要的答案。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撒谎，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我是真的不知道他的头去哪儿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把他丢进桶里的时候。看着青年拼尽全力的辩解的模样，男人不禁长叹一声。他示意青年不必再继续说下去。对方的供词和过去2个月如出一辙。青年是重度精神病患者，或许在他的认知里，事情的经过真的就像他描述的那样。男人本想用更温和的方式找到新的线索，终究还没能突破。正如旁人所说，他的精神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正常交流。尽管对少女家属心满愧疚，但眼下也只能尝试用其他手段寻找答案。男人不想再浪费时间，合上记录本后起身离开了讯问室。结束了。所以向日葵的种植方法其实就是以人为养料，并没有什么细思极恐的细节吧。和上一个故事我的爷爷一样，这2个故事呢，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小故事。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还算好看的故事呢，有人面犬，还有这个2重生，都还不错。目前这2个故事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哎呀，这2个故事，我的爷爷和向日葵的种植方法，这2个故事我觉得还真的很一般哎。然后下一个故事叫做3养少女是个什么东西？3养少女是什么？不知道啊。好吧，下一个故事我们就下次再看吧。那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